我是个锦鲤宫女，宫里人人都知道，怼我一句吉言，比拜菩萨还灵。我爹是翰林院的小官，因站错队被贬，我娘是依附于他的妾室，天天以泪洗面。我对爹说，爹爹别怕，边疆虽苦，但您定能立下奇功，官运通达。我爹被派去边疆，立下大功，被皇上破格提拔，调回京城当了将军。我娘怕我爹回京后休了他，整日惶恐不安。我劝慰他，娘，你定能生下一个儿子，母凭子贵。后来我娘真的生了个儿子，我爹大喜过望，将他扶为正室。他们春风得意，却把我这个庶女忘在了宫里，不闻不问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在我被大太监刁难，要被杖毙的时候，一向体弱多病的七皇子保下了我，留在本王身边，无人敢动你。我成了他身边最得宠的宫女，他允诺我登基那天，许我后位。夺嫡之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候，太子势大，皇帝病重，所有人都觉得七皇子毫无胜算。他在深夜咳血，我端着药碗，一字一句地说，殿下，您会没事的，继承大统的人一定是您。那晚之后，太子被爆出与宠妃私通，被皇帝废除，其他皇子也接连犯错，七皇子成了唯一的选择，顺利登基。可他登基后却要将我废除，朕的皇后必须是燕柔，你一个奴婢也敢妄想？你最大的价值就是帮朕登上皇位，现在你该永远闭嘴了，永远闭嘴。但他大概没听说，我那位当上将军的爹前几天被查出克扣军饷，下了大狱。而我那位母凭子贵的娘，她生的那个宝贝儿子被发现不是我爹的种。赵恒甚至没给我一个废妃的名分，直接下令将我送进了浣衣局。我以为那就是我的地狱，却未曾料到还有更深的绝望。一股浓重的铁锈气息充斥着整个院落，院中跪着的是过去与我亲近的一众宫婢，站在最前方的是与我一同入宫的春杏。他家中赤贫，自我得了七皇子亲眼，便一直将他护在羽翼之下。谁知好日子没过上几天，他却要因我遭受无妄之灾。我冲过去将春杏护在身后，对上手的赵恒嘶吼，你罢黜我一人不够吗？为何要牵连无辜之人？赵恒站在我面前，神情间满是漠然。他们的心向着你，朕不需要对旁人忠诚的奴才。我无法理解人心为何能变得如此之快。数日前，赵恒还是那个对我许诺后位的温柔皇子，今日却化身为冷酷的帝王。可我仍旧不愿相信，数年扶持的情分，他会真的半分不念。我抓住最后一丝希望，开口道，陛下，放过他们吧，我能保你江山稳固，国泰民安。赵恒仿佛听到了世间最荒谬的言辞，与身旁的沈嫣柔相视而笑。朕已是95之尊，受命于天，难道还需要你的保证？我固执地看着他，你需要？福运皆有代价，我的吉言只有1年期限，否则……赵恒却认定我是在故弄玄虚，不等我把话说尽，便示意太医上前。一根冰冷的银钩探入我的喉中，剧痛瞬间传来。我张大了嘴，却发不出半点声息。赵恒这才流露出些许满意之色，这样就清静了。你且放心，朕只是不想再听你说话。等你亲眼看着这些奴才都死了，朕会留你一命的。我被侍卫死死按住，动弹不得，言语不能，只能徒劳的挣扎。绝望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，我却顾不得自己的处境，只想着救人。沈嫣柔这时开了口，陛下，先别让他们死了。我像是溺水之人抓到浮木，期盼地望向他。我用口型告诉他，只要他肯帮忙，来日我必涌泉相报。可我终究是错过了人心的险恶。沈嫣柔娇声说道，陛下，这个奴婢伺候了您那么久，臣妾心里不舒服，就这么让他们死了，太便宜他们了。我要他看着他们受尽折磨而死。我的意识霎时一片空白，我无力地看向赵恒，用眼神哀求。可他再一次让我坠入深渊。他轻抚着沈嫣柔的青丝，温声道，你想如何处置，朕都依你。沈嫣柔似乎早已想好，命人端来一个针盘。陛下，我们来玩个游戏吧，让这些宫婢来猜我们手里的针是长是短，猜错了就罚一针，直到他们断气为止。赵恒略感不解，
这有何趣味？沈嫣柔眼唇轻笑，趣味在于看谁先让谢月禅崩溃。赵恒抚掌大笑，有趣，朕与你同乐，我们再加个赌注，谁要是赢了，他伸手指向我，谢月禅的处置权就归谁，是迈入军营为祭，还是赏给哪个阉人，都由赢家说了算。我心底最后一丝暖意彻底消散，既然你们拿我当赌注，那便等着看，这赌注最终会要了谁的命。赵恒和沈嫣柔尽兴之后，浣衣局的院子终于恢复了死寂，奄奄一息的几个人被拖走，横陈在我面前的尽是冰冷的尸身。我的泪已流尽，神情麻木地跪在地上，为他们整理仪容。这些人有许多都是与我一同熬过苦日子的姐妹，我曾想拉他们一把，却不料最终害了他们。当我整理到最后一具尸身时，干涸的眼眶再度湿润。那是春杏，她被针扎得体无完肤，却还留着一口气。她是我进宫后唯一的朋友，总是在我最难的时候偷偷塞给我一个馒头。我曾想过对她说些吉言，让她出宫嫁个好人家，可我爹娘的下场让我不敢轻易开口。我本想护她一世周全，她却还是因我而死，这如何不让我心如刀绞，痛不欲生？腿骨被打断的宫女小桃爬到我身边，哽咽道：“月禅姐姐，我们逃吧，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。”赵恒唯独留下了几个伤残最重的，没让他们立刻死去。他说这是对我助他登基的最后一点仁慈，自此以后两不相欠。但他不知道，从他漠视着这么多条生命在我面前逝去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只剩下血海深仇。我摇了摇头，一夜之间仿佛脱胎换骨，银钩造成的伤口火辣辣的疼，我用气声艰难地说道：“不走，他们欠下的债，我要亲眼看他们用命来偿。”小桃一向最信服我，我们该怎么做？设法将今日之事传到前朝御史公孙大人的耳朵里，之后我们只需静观其变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仅仅5天后，赵恒便与沈嫣柔一同出现在浣衣局。他们并非来追究责任，恰恰相反，是来请我帮忙的。沈嫣柔满面怒容，沈相在朝中受到御史弹劾，好几个对头联合起来攻击我父亲。赵恒清楚，无论多棘手的局面，只要我开口，就能迎刃而解。因此他显得有恃无恐，用命令的口吻道：“谢月禅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”小桃也听懂了他的意图，紧张地扯了扯我的衣袖，示意我不要答应这个忘恩负义之人。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，走到沈嫣柔面前。因声带受损，我声音嘶哑地说道：“皇后娘娘不必忧虑，沈相的仕途将如旭日东升，无人可挡。”沈嫣柔将信将疑地看着我，转向赵恒：“这就行了？”赵恒揽住他的肩，笃定地说道：“放心，绝对可以。朕亲身验证过。”不出10日，我的话语便显现了效力。弹劾沈相的御史家中搜出贪墨巨款的证据，几个与之为伍的官员也被查出结党营私，尽数下狱。他们攻讦沈相的言辞，自然也成了败者的哀嚎。沈相不仅安然无恙，还因此事深得赵恒信赖，权势更胜从前。沈嫣柔大喜过望，当即便有内侍前来传旨，说皇后恩典，让我搬离浣衣局。小桃忧心忡忡地扶着我：“月禅姐姐，他们用心险恶，这绝非什么恩典，只是想将你牢牢控制在掌心，方便利用罢了。我们还是找机会逃离皇宫吧。”我依旧摇了摇头。我不仅不逃，我还要尽我所能的去帮助他们。只有他们此刻得到的越多，将来才会明白，那从天平另一端坠落的代价有多么沉重。我和小桃就这样被请进了宫中一座废弃的祈福祠。沈嫣柔的嫉妒心极强，她既想将我这个宝贝藏起来为她所用，又不想让我有任何翻身的机会。于是我从浣衣局的劳作之苦，变成了祈福祠里不见天日的囚禁。那一日，沈嫣柔又来到祠堂，面色不愉。我兄长在兵部任职，总被敌党压制，毫无建树，你可有办法？我垂下眼帘说道：“皇后娘娘的兄长乃人中龙凤，很快便会获得赏识，平步青云。”次日，兵部侍郎在教场检阅时意外坠马，摔断了腿，告老还乡。沈嫣柔的兄长顺理成章地接替了其职位。沈嫣柔愈发觉得我这件工具趁手，
不仅如此，他还把他的母亲和族人接连带到祠堂。他指着自己的母亲，问道：“我母亲一生操劳，你说她能否得个诰命，安享晚年？”我平静地说道：“老夫人人心宅厚，自有福报加身。”数日后，太后夜里梦见仙人指点，说沈老夫人乃有福之人，若加封诰命，可保国祚绵长。赵恒当即下旨，册封沈母为一品诰命夫人。他想让他那不成器的堂弟谋个好差事。没过多久，京城最富庶的盐运使一职便出了空缺，落在了他堂弟头上。他想让他缠绵病榻的祖母身体康健，恰好就有个云游四方的神医路过京城，妙手回春。小桃虽然信我，但眼看沈家如此烈火烹油，依旧愤愤不平。月蝉姐姐帮他一个已是极限，为何要让他们全家都得偿所愿？我看着祠堂外那棵枯树，平静地笑了笑。我与你说过天平的道理，只有受过我祝福的人，才会站到天平的另一端去承受代价。一家人自然要整整齐齐，无论是享福还是遭殃。所有事情都顺遂如意之后，沈嫣柔又开始为子嗣之事烦恼。她虽嫁与赵恒不久，可早在赵恒为皇子时，两人便暗通款曲。但这么长时间，她的肚子却始终毫无动静。直到宫中太医断言她乃天生使女，此生都无孕育可能时，沈嫣柔才彻底崩溃了。她冲进祈福祠，疯狂地命令我：“谢月蝉，你说陛下如此爱我，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不是必须由我生下来？”我依旧面无波澜，说出16字：“凤凰泣血，方得真龙，此后枝头再无凤鸣。”3日后，宫中传来消息，身怀6甲的淑妃诞下一个死胎。与此同时，宫中所有妃嫔，无论新旧，竟在一夜之间同时被太医诊断出不孕之症，而沈嫣柔却在太医复诊时查出了喜脉。赵恒根本无暇理会淑妃的悲痛，更不在意后宫是否再无所出。他为了沈嫣柔这逆天改命的喜讯，下旨普天同庆。我站在祠堂的破窗前，看着宫中张灯结彩的景象，忍不住摇了摇头。赵恒啊赵恒，你究竟在庆贺什么？若沈嫣柔没有这般贪婪，你即便1年后要面对那滔天代价，或许还能留下一点血脉。现在可真是干干净净，断子绝孙了。其实我的吉言只能维持1年，若满了1年，没有我再次续上祝福，命运便会以最残酷的方式收回他赐予的一切，就像我那身陷囹圄的父亲和声名狼藉的母亲一样。这也是当初在浣衣局，我想告诉赵恒的全部真相，可他选择了捂住我的嘴。这一切都非我所愿，原本万事已定，只待时辰，可偏偏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我始料未及的意外。我怀孕了，算算日子，是在赵恒登基之前，我们情分上在时有的。沈嫣柔的眼线遍布宫中，有孕之事根本无法遮掩。第3天，她便状若疯魔地闯入祠堂，一把将我推倒在地。贱婢，你这不祥之人，有什么资格怀上龙种？她锋利的护甲划过我的脸颊，再无半点国母的仪态。除掉，立刻把这个孽种除掉。赵恒随后赶来，面色阴郁，他扶起哭泣的沈嫣柔，眼神里满是疼惜。月蝉，这个孩子不能留，不要让嫣柔再伤心了。我虽然早已洞悉他的凉薄，心口却还是传来一阵刺痛。陛下，这不只是我的孩子，也是您的骨肉啊。赵恒却全不在意，眼神甚至带着一丝恐惧。朕的真龙之子只会由嫣柔诞下，这个孩子的存在是个变数，是个祸根。原来沈嫣柔是这样对他说的。他告诉赵恒，我腹中的孩子是不祥的征兆，会夺走他腹中嫡子的气运。所以赵恒并不知道，除了沈嫣柔那注定要被命运收回的孩子，他已再无血脉。而我作为炎灵的源头，并不会受到沈嫣柔愿望的反噬。待到那代价降临之日，沈嫣柔自身都难保，何况是他的孩子。届时，我腹中的孩子将是赵恒唯一的指望。念及他终究是孩子的父亲，我给了赵恒最后一次机会。我怔怔看着他，缓慢说道：“此子是陛下唯一的退路，恳请陛下三思。”若是赵恒此刻还有半分清醒，他便不至于亲手断绝自己的后路。可惜赵恒完全不信我的话。
谢月禅，收起你那套危言耸听的把戏，朕最厌恶被人要挟。嫣柔，你想怎么做便怎么做，一切有朕为你担着。沈嫣柔得了他的允诺，厉声喝道：拿符水来，给我灌下去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混着浮灰的冰冷药水呛入我的喉管，腹中传来绞痛，身下的血污脏了地面。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，只剩一片麻木。我挥开太医想要探查我喉咙的手，用口型对他说：不必了。我的声音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，既然是他们亲手烧毁的，那便等着葬身于滔天的火海吧。日子一天天流逝，沈嫣柔的肚子愈发大了，赵恒对她更是百般呵护。沈家在前朝权倾朝野，赵恒坐享其成，朝堂一片歌舞升平。可1年之期满后，转折来的石破天惊。当初与朝廷交好的北狄部落突然起兵南下，沈丞相为求政绩督造的河堤，在秋汛中轰然决堤，淹没3州之地，流民四起。沈嫣柔那位掌管盐运的堂弟，因贪赃枉法，致使军饷拖欠，驻守京畿的禁军竟在一夜之间哗变。朝臣们纷纷上书弹劾沈家，禁军在城外虎视眈眈，赵恒内忧外患。束手无策的他，终于在绝望中想起了我那句警告：福运皆有代价，我的吉言。1年之后，他如同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，疯了般冲进祈福祠，对我质问：谢月禅，这一切都在你的预料之中，对不对？快告诉朕破解之法。小桃死死地护在我身前，哭喊着：陛下，月禅姐姐的确能救您，只要她再说一句吉言，所有灾祸都会平息。赵恒欣喜若狂，急忙催促：月禅，那你快说，只要你开口，朕什么都答应你。我躺在冰冷的地上，沉默地看着他。还是小桃替我开了口：陛下，太迟了，您任由皇后娘娘给姐姐灌下那碗毒药，她的5脏6腑都已受损，声带更是彻底毁了，所以能力消失了。赵恒听闻如遭雷击，瘫倒在地。赵恒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，他瘫软在地，嘴里反复念着：毁了，全都毁了。我冷漠地看着他，心中毫无波澜。这只是开始。祠堂外传来震天的厮杀声与惊恐的尖叫，皇宫的大门已经被攻破了。小桃吓得浑身发抖，紧紧抓住我的衣角。我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，示意他不必害怕。很快，沈嫣柔在工人的簇拥下冲了进来，她挺着高高隆起的腹部，满脸的惊慌失措。陛下，外面全是叛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看到我，立刻像找到了宣泄口，指着我尖叫：是你，一定是你这个贱人搞的鬼！赵恒猛地抬起头，眼神里再没有半分爱意，只剩下彻骨的冰冷与憎恨。闭嘴！他一耳光狠狠扇在沈嫣柔的脸上。是你亲手毁了朕的一切。沈嫣柔捂着脸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：陛下，您在说什么？臣妾怀着您的孩子。赵恒疯了一样的笑了起来，笑声凄厉。孩子？朕的江山都要没了，还要这孩子有什么用？你当初若不灌他那碗毒药，朕何至于此？沈嫣柔终于明白了，她明白了，那碗符水毁掉的不只是我的声音和我的孩子，更是赵恒最后的救命稻草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如纸。我平静地看着这对曾经恩爱的帝后反目成仇。这场好戏我才刚刚开始看。沉重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祠堂的门被人一脚踹开，一个身披重甲、手持长刀的将军走了进来，他身上的血腥气几乎令人作呕。他身后跟着一队杀气腾腾的士兵。赵恒惊恐地向后缩去：你是何人？朕乃天子，你敢弑君不成？那将军摘下头盔，露出一张饱经风霜却异常坚毅的脸。陛下不认得我了？我叫周武，春杏的哥哥。赵恒的瞳孔骤然紧缩。春杏，那个被沈嫣柔下令用针活活扎死的宫女。我心头一震，看向那名将军，原来是他。周武的目光扫过赵恒，扫过沈嫣柔，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。他的眼神复杂，有同情，有愤怒，更有决绝。我妹妹尸骨未寒，我今日前来不为夺权，
只为复仇。赵恒、沈嫣柔，你们欠下的血债，今日该还了。赵恒彻底慌了神，他连滚带爬地从地上起来，试图维持自己最后的帝王尊严。周将军，此事或许有误会，你想要什么，朕都可以给你。高官厚禄、金银财宝，只要你退兵，朕封你为异姓王。周武冷笑一声，长刀直指赵恒的咽喉。王位？你的皇位都是谢月禅给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封赏我？赵恒语塞，冷汗顺着额角滑落。沈嫣柔见状，也急忙开口：周将军，你不能动我们。我父亲是当朝丞相，我沈家权倾朝野，你若伤了我们，我父亲绝不会放过你。他以为沈家还是那个坚不可摧的靠山。周武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沈丞相，他督造的河堤决口，淹死数万百姓，流民汇聚成灾。此刻，他已经被愤怒的灾民们绑在城门楼上，等待陛下的发落了。哦，不对，应该说是等待我的发落。沈嫣柔踉跄着后退一步，眼神涣散。不可能，我爹他。周武没有理会他的崩溃，目光转向我。月禅姑娘，这二人你想如何处置？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沈嫣柔高高隆起的腹部。赵恒仿佛看到了希望，急忙道：对，嫣柔还怀着龙种，朕唯一的孩子。周将军，看在未出世的皇子面上，饶我们一命。沈嫣柔也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死死护住自己的肚子。我怀的是太子，是未来的皇帝。周武皱起了眉，似乎有些犹豫。确实，弑君已是大罪，若在碑上屠戮皇嗣的罪名，天下必然动荡。赵恒和沈嫣柔都看出了他的迟疑，脸上露出了一丝窃喜。然而我却在这时缓缓地摇了摇头，然后我抬起手指向沈嫣柔的肚子，做了一个向下劈砍的手势。小桃看懂了我的意思，大声替我说道：周将军，月禅姐姐说这个孩子留不得，凤凰泣血方得真龙。如今这凤凰血流尽了，哪里还有什么真龙？话音刚落，沈嫣柔突然发出一声惨叫，腹部传来剧痛。她捂着肚子，冷汗涔涔。我的肚子好痛！赵恒大惊失色，冲过去扶住她，快传太医！快传太医！周武一挥手，他身后的士兵立刻将所有工人拦住。不必了，这是他的报应。我看着沈嫣柔在地上痛苦地翻滚，鲜血从她的裙摆下蔓延开来，那景象像极了我失去孩子的那一天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我不再是那个绝望哭泣的人，我是那个冷眼旁观的审判者。沈嫣柔在剧痛中昏死过去，又在剧痛中醒来。太医被士兵压了过来，战战兢兢地诊脉。最后，他跪在地上，声音颤抖：陛下，皇后娘娘她小产了，是个已经成型的男胎，可惜是个死胎。赵恒如遭雷击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死胎，他唯一的希望，他用来和周武谈判的最后筹码，就这么没了。他猛地转向我，眼中布满了血丝。是你，都是你算计好的。我没有回应他的嘶吼，我只是看着他，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。赵恒绝望地跪倒在沈嫣柔身边，抱着那个沾满血污的婴孩尸体，嚎啕大哭。他终于意识到，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皇子，而是他赵氏皇族最后的一丝血脉。后宫所有妃嫔都因沈嫣柔的愿望而再无生育可能，他赵恒注定断子绝孙。沈嫣柔悠悠转醒，听到太医的话，发出了不似人声的尖叫。她疯了一样的撕扯着自己的头发，又哭又笑。我的儿子，我的太子，没了！谢月禅，我杀了你！他挣扎着想扑向我，却被士兵死死按住。我缓缓走到他的面前，蹲下身。我看着他那张因嫉妒和怨毒而扭曲的脸，然后我抬起手，轻轻抚上自己脸颊上那道被他指甲划出的疤痕。接着，我指了指他，又指了指外面。小桃立刻会意，对周武说道：周将军，月禅姐姐的意思是把沈嫣柔关进浣衣局，让她也尝尝看着身边人一个个受尽折磨而死的滋味。周武点了点头，就依月禅姑娘。
赵恒抬起头，用哀求的眼神看着我。月禅，求你放过燕柔吧，他已经失去孩子了，他已经得到教训了。我们回到过去，好不好？朕封你为后，朕把这天下都给你。我看着他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。事到如今，他竟还妄想着破镜重圆。我缓缓地摇了摇头。小桃替我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陛下，月禅姐姐说，太迟了。从你看着春杏他们死在我面前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只剩下不死不休。”赵恒的眼中最后一丝光亮也熄灭了。沈嫣柔被拖走了，祠堂里只剩下我和小桃，还有周武和他的人，以及瘫软如泥的赵恒。这时，一个传令兵匆匆跑了进来，报：将军，沈家满门已尽数伏法。周武接过卷宗，扫了一眼，然后递给了小桃。小桃展开卷宗，清了清嗓子，用一种近乎宣判的语气高声念诵：沈师长兄，兵部侍郎沈如风在军营试图弹压哗变士兵，被乱马踩踏致死，尸骨无存。我闭上眼睛，仿佛看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，当初是如何在沈嫣柔的带领下来祈求我助他平步青云。沈氏堂弟盐运使沈瑞被其克扣工钱的盐工们围堵于府衙，乱棍打死，家财被劫掠一空。我记起他那副贪婪又愚蠢的嘴脸。沈氏之母一品诰命夫人听闻沈家倒台，惊惧交加，疯癫失常，于府中自尽。那个曾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夸耀自己福报加身的老妇人，终究没能安享晚年。沈氏祖母听闻噩耗，心急复发，当场气绝身亡。神医也救不了被厄运所命的人。小桃每念一句，赵恒的身体就颤抖一下。这些都是他为了讨好沈嫣柔亲口允诺的恩典。如今，这些恩典化作了最锋利的刀刃，将沈家连根拔起。至于沈丞相，小桃顿了顿，看了一眼卷宗，眼中闪过一丝快意。被愤怒的灾民用石头活活砸死在城门下，死状凄惨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赵恒彻底崩溃了，他亲手扶持起来的权臣世家，在短短一天之内灰飞烟灭。我曾对小桃说过，一家人要整整齐齐，无论是享福还是遭殃。现在他们做到了。我看着赵恒那张绝望的脸，心中没有丝毫怜悯。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。他为了一个女人的欢心，赌上了整个江山，也赌上了自己的未来。现在他输得一败涂地。就在这时，周武挥了挥手，两个士兵押着一个衣衫褴褛、形容枯槁的囚犯走了进来。那囚犯看到我，浑身一颤，挣扎着跪倒在地。月禅，我的女儿，是我的父亲，那个曾经的翰林院小官，后来的新贵将军。赵恒看到他，眼睛一亮，仿佛又找到了新的希望。谢将军，你快劝劝月禅，只要他肯开口，只要他一句话，朕就能让这一切都平息。朕可以让你官复原职，不，朕让你做大元帅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我父亲抬起头，看着赵恒，眼神里充满了鄙夷和悔恨。陛下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执迷不悟吗？他转向我，老泪纵横。月禅，是爹对不起你，爹不求你原谅爹当初对你的不闻不问，爹只求你救救你自己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好好活下去。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终究还是记起了我这个女儿，可我早已不需要他的父爱了。周武冷冷地看着我父亲，谢将军，你以为你还有资格在这里谈条件吗？你克扣军饷，证据确凿，本该问斩。至于你那所谓的边疆大捷，周武的嘴角勾起一抹嘲讽，不过是你窃取了麾下校尉的计策，夸大了战功而已。那次来犯的敌军根本不是什么主力大军，只是一支100人不到的斥候小队。你所谓的奇功，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。我父亲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一直以为我的吉言真的让他立下了不世之功，却不料只是将一个谎言吹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。1年期满，泡沫破碎，真相败露。他不是败给了时运，而是败给了自己的贪婪和无能。
赵恒呆呆地听着，他引以为傲的识人之明，此刻成了一个笑话。他提拔的将军是个骗子，他宠爱的皇后是个毒妇，他信赖的国丈是个庸才，他的整个朝堂就是建立在一堆谎言之上的空中楼阁，而我只是那个轻轻吹了一口气，让楼阁倒塌的人。我父亲跪在地上，朝着我重重地磕了一个头。月禅，爹知道错了，爹这就上路了，你多保重。说完，他竟一头撞向旁边的柱子，鲜血四溅。他用自己的性命偿还了他的罪孽，也斩断了我和他之间最后的牵连。我闭上了眼，没有流一滴泪。我父亲死后，祠堂里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。赵恒彻底失去了所有指望，他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骨头的木偶，瘫在地上。周武走到我面前，再次躬身行礼。月禅姑娘，贼首赵恒就在此处，是杀是剐，悉听尊便。所有的士兵都看向我，等待着我的裁决。赵恒也抬起头，用一种空洞的眼神看着我，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小桃在我身边轻声说：“姐姐，让他死吧，让他去给春杏姐姐他们赔命。”我看着赵恒那张曾经让我心动的脸，那双曾经温柔地看着我，许诺我后卫的眼睛，如今只剩下麻木和死灰。杀了他。我摇了摇头。小桃不解地看着我：“姐姐。”我伸出手，在小桃的手心上缓缓写了几个字。小桃看清了字，先是惊讶，随即露出了然的神情。她转身面对着赵恒，用一种冰冷而清晰的声音传达了我的最终判决。陛下，月禅姐姐说，死对你而言太便宜了。你不是最喜欢权力，最喜欢这至高无上的皇位吗？那就让你亲眼看着你是如何失去它的。赵恒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。小桃继续说道：“你不是最爱沈嫣柔吗？那就让你日日夜夜都与她的冤魂为伴。你不是将月禅姐姐打入冷宫，赐她一杯毒药，毁了她的声音和孩子吗？月禅姐姐说，她要把这一切加倍还给你。”我走到赵恒面前，俯视着他，我指了指他，然后做了一个被锁住的动作，最后指向了冷宫的方向。小桃的声音响起：“周将军，月禅姐姐的意思是废黜赵恒的地位，将他终身囚禁于冷宫，不得与任何人相见，让他活着，让他清醒的活着，让他在这座他亲手缔造的牢笼里，孤独地、绝望地、永无止境地忏悔下去。”赵恒发出了野兽般的哀嚎，他终于明白，这才是最残忍的惩罚，比死亡更可怕的是生不如死。赵恒被拖走了，他没有反抗，只是在经过我身边时，用尽全身力气对我说出了最后一句话：“谢月禅，你好狠的心。”我没有理他，我的心早在浣衣局那个血色的午后就已经死了。接下来是沈嫣柔，她被押到了我的面前。此刻的她再没有了皇后的高傲和美艳，头发散乱，衣衫染血，眼神呆滞，像一个破败的娃娃。她看到我，身体本能地开始颤抖。不要杀我，都是赵恒逼我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还在试图推卸责任。我看着他，然后缓缓抬起手，伸出手指，做出一个穿刺的动作，一遍又一遍。小桃的眼眶红了，她知道我想起了什么。周将军，月禅姐姐说要用沈嫣柔对待春杏姐姐的方式来处置她，一针一针的让她尝遍那种痛苦，让她也亲眼看着自己是如何在绝望中一点点死去的。周武眼中闪过一丝厉色：“来人，将废后沈氏押赴浣衣局就职，备砧盘。我要让他为我妹妹，为所有枉死的工人血债血偿。”沈嫣柔发出了凄厉的惨叫，被士兵像拖死狗一样拖了出去。我没有去看，我只是转过身，对着春杏死去的地方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春杏、小桃，还有所有无辜的姐妹们，我为你们报仇了。风吹过祠堂，仿佛带来了他们解脱后的低语。我干涸的眼眶终于流下了一滴泪，不是为赵恒，也不是为我那死去的孩子，是为我自己。那个曾经相信爱情、相信承诺的谢月禅，也和他们一起永远的死去了。
所有尘埃落定之后，周武找到了我。他已经得到了大部分朝臣和禁军的拥戴，登基称帝只是时间问题。他站在我面前，神情郑重。月蝉姑娘，大恩不言谢。日后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满足你。是后位，还是无尽的荣华富贵，只要你开口。小桃激动地看着我，在他看来，这是我应得的。我经历了这么多苦难，理应得到这世间最好的补偿。我却只是平静地摇了摇头。我拿起桌上的笔，在一张干净的纸上写下了几个字，然后我将纸递给了周武。周武接过纸，看清了上面的字，神情一怔。纸上写着愿出宫为庶人。他不解地看着我，为什么？留在这里，你可以拥有一切。我再次摇头，然后指了指宫墙之外，又指了指自己的心口。小桃替我解释道，将军，月蝉姐姐说，这座皇宫对她而言是一座巨大的坟墓，埋葬了她的朋友，她的孩子，她的过去。她不想再留在这里了，她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没有吉言，没有诅咒，没有恩怨，只是平平淡淡的活着。周武沉默了许久，他看着我平静而决绝的眼神，终于明白了。他点了点头，叹了口气，好，我答应你。明日一早，我会安排你们出宫。这是出宫的令牌和一些盘缠，足够你们安稳度日。他将一块令牌和一袋沉甸甸的银子放在桌上。我对着他郑重地行了一个礼，不是宫女对主子，而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感谢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和小桃换上了最普通的布衣，像两个最寻常的百姓，走出了那道厚重的宫门。回头望去，那金碧辉煌的宫殿在晨光中显得冰冷而遥远。我再也没有一丝留恋。小桃扶着我，轻声问，姐姐，我们去哪里？我抬起头，看着初升的太阳，阳光照在脸上，暖洋洋的。我摸了摸自己依旧平坦的小腹，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久违的真正的笑意。我的孩子没有死，那碗符水毁了我的声音，却没能伤到这个与我言灵之力同源的小生命。这是我的秘密，也是我最后的希望。我指着远方那条通往未知也通往自由的道路。从此以后，天高海阔，我不再是锦鲤宫女谢月蝉，我只是一个即将迎来新生的普通的母亲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